你知道吗？仅仅只有2%的 YouTube 频道能够达到1万个订阅人数。今天这期片我就会告诉你如何去经营 YouTube 频道才能够达到1万个订阅人数。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你就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和策略去经营 YouTube 频道，让你更快达到1万个订阅人数。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我是 Grayson。每周我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把旁边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经营 YouTube 频道一路上会有很多的里程碑，例如当你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的时候，你就能够申请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开始有了广告收入。我相信有很多在看这部影片的你们也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在你达到这个里程碑之后，你又有下一个里程碑去达到。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是你要如何达到1万个订阅人数。我个人是通过大约5个月去达到这个里程碑的，所以这期影片我就和你分享一些我的方法和技巧，让你更快达到1万个订阅人数。另外在这里我也准备了一份影片上传清单，其实上传影片是有很多步骤的，你不能缺少任何一步，这样会影响你的推荐流量。所以如果你能够按照里面的每一个步骤去上传你的影片，你就能够让你的影片进行最大的优化，就得到最大的流量。我会把免费的下载链接放到底下评论区，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有正确的心态。我认为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是否有正确的心态非常重要。现在大多数人都非常着急，想要快速的看到结果。例如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上传了第一部影片没有人看，觉得很沮丧，然后又上传了第二部影片，这个时候很少人观看，还是很沮丧。做了第3次尝试，上传了第3部影片还是很少人看，就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自己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就早早放弃。但其实新频道的影片没有人看是非常正常的。我的频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影片也是很少人观看的。但是大多数人开频道的原因就是想要获得很多的观看量，想要获得很多的流量，他们把自己的期望设定得太高，然后在实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影片没有人看，就觉得非常沮丧，就会发现做 YouTube 频道不适合自己。所以很多人在开通频道不到1个月的时候就早早放弃。但其实如果你坚持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流量就慢慢积累起来了，你的影片就会越来越多人观看。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坚持到那一步，这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摆正心态。不管影片的表现如何，我都有能力去接受。如果影片表现不好，我就去反思为什么影片表现不好，找出问题的所在，从而继续提高。如果影片表现好，我会去研究为什么这部影片表现会好，我是否能够吸取这个经验，继续延续这个趋势，让我的频道更快速的成长。经营 YouTube 频道就需要你去不断做测试，根据结果去做出不断调整的过程。没有人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内容、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策略有个非常清的认识的，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在做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不断的为之后的内容做出调整。很多大频道现在拥有了几百万、几千万的订阅者，但是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自己应该做什么，都是在自己经营频道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才达到了现在的成就。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很多人做频道都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的影片好就应该有很多人观看。但是如果你想要长期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你就要以服务观众为中心，你要多去了解你的观众，你要知道这些观众是谁，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去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你能够摆正心态，以服务观众为第一位的时候，他们就会越认可你的价值，从你之后得到回报就会越来越多。当你提供越多的价值，观众就会越信任你的信息，他们就会知道，如果他们订阅你的频道，就能够每次获得很多的价值，这样你就能够吸引一些非常支持你频道的观众。所以第一点强调就是你需要摆正的心态，你不能够太着急。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以观众为中心，服务他们为第一。第二个方法就是找到频道专注点，这是我在频道里面一直强调的方法。当一个频道能够越早的找到频道专注点，专注一个领域，服务一个特定的观众，那么制作出来的内容就越加有针对性，就更能够吸引这些观众，并且观众也更倾向于订阅这种频道。就好比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影片的时候，当我们决定是否要订阅一个频道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这个频道里面其他的影片，去看这些影片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是否是自己想要的，能够给自己提供价值、提供信息。当这些影片都符合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才决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如果是因为一部理财的影片认识到一个频道，我会去看他频道里面其他的影片是否有更多理财类的内容。如果发现他频道里面还有其他话题的影片，例如有他的 vlog， 有关于他旅游的影片，有关于他美食的影片，那么就会认为这个频道并不专注于理财类的影片，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再出一部我感兴趣理财话题影片。
所以我就不会订阅这样的频道，我会更倾向于订阅专注于理财话题影片的频道。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频道有一个专注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自己频道方向并不是很清晰，例如你有很多感兴趣的话题，那么你可以在自己1000订阅之前去多做不同尝试，去试验不同主题的影片，去看哪些影片观众反馈好，并且是你喜欢的，你能够长期做下去的。如果能够找到这2点都符合的，你就能够找到一个主题是你能够长期坚持的，并且也是观众喜欢的话题。当你有个频道专注点之后，你就能够对你服务的观众更加了解，你能够了解他的痛点，他们在 YouTube 上搜索什么问题，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当你的内容能够满足这些观众需求时，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时，你的频道的社群凝聚力就增强了，他们回来观看你每一部新影片，并且这样是很有利于 YouTube 算法的。YouTube 算法就能够把你每一部新影片都投放给这些正确的观众，这些观众都是感兴趣你影片话题的，从而会提高你影片的表现。第3个方法就是重视 SEO 影片。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的意思，因为 YouTube 是全球第2大的搜索引擎，仅次于 Google，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利用这个特性，找到一些观众每天在搜索的关键词，每天在搜索的话题，然后围绕这些关键词、这些话题做内容，就能够保证自己的频道每天都能够进入一些有机的流量，并且这些流量是非常稳定的。我的频道现在每天都能够获得5500到6000次的观看次数，这就是因为我的频道是基于 YouTube 搜索的。我的频道并不会像很多其他的 YouTube 频道一样，观看曲线每天都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有新影片发布，观看量就暴涨；没有新影片发布的时候，观看量就很低。我现在还是会倾向于多做一些 SEO 类型的影片，我也是这么要求我1对1的客户的。因为作为一个小频道，你想获得 YouTube 很大的推荐量是很难的，除非你的影片能够表现特别好，有很高的展示点击率，并且观众观看了很长时间，这样YouTube才会判定这部影片是观众喜欢的，就会推荐给更多观众去看这些观众他们的反应。而作为 SEO 类型的影片，我并不是很依赖于 YouTube 的推荐量，只要观众一直在搜索这个话题，我的影片就会有自然的流量。如果你有看我频道里面的一些教程，做了很好的 SEO 优化，那么你的很多影片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不断被观众搜索到，这样就会让你的频道每天都能够获得有机的流量，并且这些流量是非常稳定的，这些流量也会有一部分转化为你的订阅者。我个人认为这是比其他推荐的流量来得更稳定的流量，每天都会给你带来新的订阅观众。并且我热衷 SEO 类型的影片，是因为我想得更长远。我希望我的一部影片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我希望它能够持续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段期间内能够每天给我带来效益。这样我只需要花10几个小时去制作这部影片，之后我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工作，这部影片就能够每天为我带来收入、带来流量。对比很多股票的频道，虽然他们每部影片都能够获得很多的观看量，但是人们只会关心今天的股票，并不关心昨天的股票、1个月之前的股票，所以这会让你需要不断的更新内容，才会吸引更多的流量。而对于一些 SEO 类型的影片，它的时效性并不是很强，所以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这就会让这部影片的寿命变得非常长，也会每天给你的频道带来流量。SEO 类型的影片虽然不能让你立马的获得很多流量，但是它能够每天稳定的给你带来流量，长期积累起来也是很不错的观看量，这样对你的频道的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第4个方法就是提升影片的质量。提升影片的质量有非常多的方法，其中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提升你的设备，从而提升你影片的画质还有音质。虽然很多 YouTuber 包括我在内都建议大家在一开始进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只要自己的画面清晰，声音听得清楚，就能够制作影片，并不要太纠结自己的设备。这么做是没错，当你开始进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设备，而是行动。但是当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例如已经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你开始有了广告收入，那么你就要思考你如何能够提高你影片的质量，去提升观众的观看体验。例如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是用手机拍摄影片，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思考是否要买一台相机去提升影片的画质。你之前可能是用手机自带的麦克风，那么你也可以考虑是否是买一个外置的麦克风，这样收音会更好。你之前可能是用了自然光，那你是否能考虑买个专业的灯光来提升影片的亮度？不可否认，大家都喜欢看画质好、音质好的影片，所以如果你有了广告收入，你可以考虑把这些广告收入再投入到升级设备中，这样当你提升影片的质量的时候，观众也会观看更长的时间，也会吸引更多观众来观看，那么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这是一个正循环的事情。除了影片画质、音质的质量，你还要考虑提升影片本身内容的质量，这关系到观众是否能够看更长的时间，以及观众的转化率。我一直建议大家去看影片的续看率图，因为这个图会告诉你观众在什么时候离开你的影片，在什么时间段还剩下多少的观众在观看你的影片。
例如，当你看到开头30秒的时候，观众只剩下50%，那么你的开头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去找到这些问题的所在，是否是因为你开头说的内容和你的标题缩图不符合，或者是你没有在开头直接传递出你的信息，传递出你的价值，你拖了太久才进入主题，让观众失去耐心，直接离开你影片。你要找出具体的问题，从而进行改正，这样才能够提升你的续看率。第二点就是你发现你的整体续看率都很低，例如你的整体续看率都在35%以下，那么就要思考你如何能够提高影片的质量。例如你可以提高一下你的剪辑技术，你加入一些元素，提高影片的新鲜感，让观众不会觉得无聊。或是你能够调整内容的框架，去更好的组织你的内容，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例如你可以把你的内容分成几个大点，然后在每个大点底下又有几个小点，这样观众就能清晰的了解你所说的内容，更方便他们记忆，更方便他们理解。还有就是去除掉没用的信息，因为观众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出他们最多的价值。第三点就是你要提升影片的价值，你要思考你的内容是否是观众想要的，你的内容是否能够提供给他们很多的价值，你的内容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当你内容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时候，观众是不喜欢看这样的影片的。第二个方法就是重视4个重要的指标：展示点击率、续看率、平均观看时长，还有片尾画面点击次数。这4个指标非常重要，也是 YouTube 算法非常看重的指标。如果你能够提升这4项数据，那么你能够得到推荐量就会更多，你就能够触及到更多新的观众。展示点击率就是当你影片展示给1000个观众，如果有100个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那么你的展示点击率就是10%。续看率就是整部影片观众观看了多少比例的内容。平均观看时长就是这整部影片观众观看了多久时间。例如一部10分钟的影片，它的续看率为50%，那么它的平均观看时长就为5分钟。片尾画面点击次数就是在片尾画面里面出现的影片有多少次被点击。你的影片的缩图和标题会直接影响到你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当有越多人点击的时候，你的展示点击率就越高。我认为展示点击率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一切的开始。如果观众没有点击观看你的影片，那么就没有之后的续看率、平均观看时长还有片尾画面点击次数了。所以一切都是从观众点击这部影片开始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影片的缩图和标题。如果想具体学习如何制作出高点击率的缩图，可以去看一下我这部影片。续看率和平均观看时长我分在一起讲，因为它们是有联系的。你的续看率和平均观看时长直接体现了观众是否喜欢观看你的影片，你的影片是否是观众想要的，他们是否觉得你的影片无聊。这里我认为影片的开头是非常重要的。我每部影片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组织我的语言，因为我想让观众在点击观看影片之后，就能够立马知道整部影片的内容，去抓住他们兴趣点，接下去往下看内容。很多人都不重视影片的开头，认为只要影片整体的内容好就能够吸引到观众。但其实如果你影片一开头就没有吸引到观众，那么是很少人会看到真正精彩的内容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重视影片的开场。我这边会告诉你 YouTube 影片的正确开场方式，会让你留住大部分的观众，快速的提高你影片的续看率。接下来就是片尾画面点击次数。YouTube 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观众留在这个平台上越久越好。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让观众看完一部影片之后又继续看另外一部影片，那么就能够很好达到 YouTube 的要求。如果你还没有使用片尾画面的功能，那么看完这期影片之后，请一定要去使用这个功能，能够给你增加额外的观看量。加入到片尾画面的影片也是很有讲究的，你不能随便加一部影片，这样的效果并不太好。你需要加入的影片是和正片相关的，这样如果有观众观看到影片结尾，那么就会有更大的几率去观看这一部你推荐的影片。例如我这边讲的是最适合新手的剪辑软体，那么就能够在片尾画面里面加入这部剪辑软体的教程，因为现在观众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剪辑软体，他们想要知道如何能够学会这个剪辑软体，那么就会有更大的几率让观众点击观看这部教程影片。第6个方法就是保持持续性，这里的持续性指的是更新频率的持续性以及你的内容信息的持续性。如果你想要在社交平台上发展，获得更多的流量，那么就必须要保证一个稳定的更新频率。任何的社交平台都希望创作者能够持续的产出高价值的内容。当一个创作者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平台就会给他更多推荐量，因为他能够满足观众需求，让观众停留在这个平台上。如果你是偶尔的更新，你是无法得到很多流量的。这里我建议大家至少保证每周更新一部影片。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一周更新2到3部影片。这里有2个原因 ，YouTube 算法会知道你有保证稳定的更新频率。就像我之前说的 ，YouTube 算法更支持这些保证稳定更新频率的频道，会倾向于给这些频道更多流量，因为他知道这些频道会持续更新新的内容，去吸引更多观众停留在这个平台上。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观众有好处，观众会更倾向于订阅这种频道，
因为之所以观众会订阅一个频道，就是希望他们有稳定的更新内容。如果他们每周都能够获得新的内容，那么他们就想要订阅这种频道，去学习到新的内容。再来就是内容信息的一致性，如果你的每一期内容都是有相关性的，都是围绕整个频道大主题的，都是符合某类观众的兴趣的，那么观众就会更倾向于订阅这种频道，因为他们知道每周他们都能够获得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回到第二点，频道专注的概念，如果你频道里面偶尔发理财内容，偶尔发生活 vlog 内容，偶尔发旅游类的内容，那么就会让观众感到疑惑，不知道你频道重点内容是什么。当你持续输出同一的内容时，就会让观众更好的决定是否要订阅你的频道。第7个方法就是与观众互动，请重视你的观众，他们对你的频道成长会有非常大的作用。当你和你的观众关系越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你更多的反馈，会给你的影片造成更大的积极影响。我们都知道 YouTube 算法非常看重影片的互动率，互动率就是指观众点赞、订阅、评论还有分享。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评论，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频道，他们在发布新影片之后都无视观众的评论，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首先，我相信大部分人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都没有评论的习惯。如果一个观众愿意花时间来留下他的评论，那么这就说明他对你内容是认可的，并且评论也能够增加影片的互动率。我的每一部影片我都会尽量回答观众评论，因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看到他们评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观众评论。如果你还是一个小频道，尽量回复每一个观众评论，这样就会让观众感觉到他们被重视，他们就会更倾向于订阅这样的频道，他们会关注你的内容，和你一起成长。他们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什么，给你更多的反馈。只要你用了正确的方法，其实1万订阅并不难达到，但是很多人一直在使用错误的方法，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前进，所以这会导致自己看不到进步，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会早早放弃。我知道大家制作影片都很不容易，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希望大家付出的努力都有回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在经营 YouTube 频道时候所用的方法，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影片，里面有非常多的方法能够让你经营的 YouTube 频道，让你频道更快速的成长。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下次再见，拜拜。